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侯明昊新剧太狠了，急走敖瑞鹏抢男主，和卢玉晓在演人鬼恋。二搭热闹背后，平台抢的不是人，是确定性。侯明昊要演第30年明月夜，消息一出，最热的点不是换了谁，也不是挤走了谁，而是平台终于把一件事摆到了台面上。今天的选角越来越像一次风险定价，表面是侯明昊接住了男一位子，常华森也好，罗云熙也好，敖瑞鹏也好，名字都很响，所以争议才大。不过真把几条线并在一起，事情其实没那么悬。平台要的不只是热度，更是热度能不能复用。这个判断不是空的，入青云的成绩已经把样本摆好了，12亿播放量，很直白。优酷站内热度峰值破10036，也很直白。豆瓣开出7分，还能在猫眼热度榜上长期压过同档一笑随歌，这就不只是流量冲高了，而是播前期待、播中讨论、播后口碑3段都跑通了。很多人习惯把这类成功归结成一句 CP 感强，但这句话常常会遮住更关键的部分。所谓 CP 感当然重要，可它不是凭空掉下来的，它要靠角色关系、表演默契、镜头调度，甚至平台宣发一起把火点着。所以入青云的走红，本质上不是2个人碰巧合拍，而是一次完整工业流程跑出了高回报。这也解释了为何第30年明月夜会改方向。原本卢玉晓早早定下，男主人选转过几轮，说明项目并不缺备选。不过到了今天，平台还是更愿意压侯明昊。这不是简单的谁更红，而是谁更稳。稳在什么地方？稳在已经被市场验证过，稳在能直接缩短试错期，稳在观众一听名字就能自动补完情绪。这是很像快消行业爆款口味出来后，品牌常做的不是马上发明全新品类，而是先做同系列延展，因为用户的认知成本最低，转化也最快。影视平台现在的思路其实越来越接近这个逻辑，一对被验证过的搭档就是一个可复用的内容接口。这不代表二搭必胜，恰恰相反，二搭最危险的地方也在这里。第一次让人上头是新鲜感，第二次还能不能成立，要看能否把旧火花翻成新关系。如果只是重复拉扯、试探、激吻，那观众会很快识破套路。所以平台今天压的也不只是侯明昊和卢玉晓，而是压创作团队能不能把熟悉感变成升级感。再往深一层，这次选角风波折射的是长剧市场的一种新转向。过去比的是明星单点爆破，现在更像比组合资产。一个演员能带来关注，一组搭档却能带来预期管理，这两者差别很大。前者赌天花板，后者守成功率。在行业承压时，后者往往更受欢迎。侯明昊这次被转定下男一，真正引发沸腾的不只是粉丝心情，而是大家都隐约看懂了，平台在做一道很现实的选择题。与其重新教育观众，不如顺着已经形成的情感路径继续放大收益。卢玉晓在和不同周度杀青后，项目在动工，节奏上也很标准，热度不断档，记忆也不掉线。有意思的是，这类选择常被说成保守，可换个角度，它也可能是一种新效率。行业不再迷信单个名字，而是更在意哪种关系能被观众持续接住，哪种合作能把口碑和播放同时拖住。从这个意义，第30年明月夜还没开拍，就已经不只是一个新剧消息，它更像一次公开的信号。长剧选角的核心单位，可能正在从人慢慢变成关系，而谁能稳定制造这种关系，谁就更接近下一轮牌桌中间的位置。